好，我是黑芥子。Hello，我是 Helen。Helen，好久不见。是啊，毕业了之后好久不见啦。那所以今天2个半小时的车程，你这么大老远把我叫过来干嘛呀？我今天给你准备了一个大惊喜，你可以猜一猜。是什么大惊喜啊？你有听说过3D 打印吗？当然听说过了，现在非常热门的科技喽，属于是。那你有听说过3D 打印的食品吗？这个好像没有很听说过哎，应该也是最近展会才出来的新玩意儿吧？今天我就给你准备了这样的一个惊喜。天哪！这是一款3D 打印的植物基三文鱼排，是由一个奥地利的初创公司 River Foods 最近推出的，已经在市场上进行售卖了。我就买了这一块，想尝尝它到底是什么味道。那我也非常好奇哎，我们一起来试试看吧。我们今天不仅准备了这一款3D 打印的三文鱼排，还准备了真正的三文鱼，想一起来比较一下它们的风味和口感。根据这一款三文鱼排的烹饪方法指南，它提供了3种推荐的方法，包括平底锅煎、烤箱烤以及空气炸锅。那我们今天先采用最传统的也是最常见的平底锅煎的方法，一起来比较一下吧。我们先来煎制这一块三文鱼排，根据它的指示，我们首先需要把锅烧到中等的温度，然后加一些油，每一面煎5到6分钟就可以了。包装还是蛮精美的，感觉也是模仿了比较传统的这种三文鱼的包装。是的，让我浅闻一下，有一股鱼油味儿。是确实，它很像那种保健品鱼油味儿。欧米伽3的味道很重，专业。那我现在就仿佛挤开了一颗鱼油胶呢。先把温度稍微调低一点。哭不下来，怎么弄啊？哭不下来。哎呀，这有点倒不下来呀。倒下来，哎呦。看起来远看还挺像的。对。Fry each side with the lid on。盖盖没？刚好合适。2,000 years later。时间差不多到了，我们来看一看。Hello，我们终于回来了。经过了长时间的烹饪啊，没有，开玩笑的。我们来尝一尝吧。好啊，来。我想先闻一下它的味道。就刚刚我们打开包装以后，能够闻到非常重的鱼油的那种，不能说是香味吧，就是很直接，能让你回忆到小时候你妈妈给你喝聪明油的时候的那个味道。那我现在闻一下。好的。因为我们加了迷迭香，我不太能闻到了。就聪明油的味道没有了。对，不聪明了。变成不聪明的鱼了。好，适合食用。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切面。好的，但我觉得整体形状的话，10分钟的烹饪它并没有就是散形，我觉得还是很值得表扬的。你觉得这个切面怎么样？能说真话吗？这个切面的话，我觉得和一般市场上面可以看到的冷鲜类的植物肉类是比较相似的。它的切面并没有外观上面非常明显的三文鱼纹路，但是颜色上还是比较均衡的。这个切面其实挺让我失望的，因为我们大概都能想象3D 打印它是一层一层这样的叠起来的。然后我之前在这边的一个咖啡店吃过一款3D 打印的牛排，它的切面切开以后是你能感觉到非常像肉的纤维，
所以我对它的切面的表现我是抱有很高的期待的。但是，从这儿看起来就像很普通的植物肉。对，我觉得他当时应该是想要做出那种跟外包装一样的纹理，但是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技术革新吧。那我们来尝尝看吧。好的。哦，有一点紧张。竖切的话会好一点。你紧张吗？还可以。我们能失去什么呢？无非就是一天的味蕾罢了。好吧，那我要尝了。Cheers。我觉得它比较有尽力在模仿鱼肉那种嫩滑的口感，它的纤维就比肉类的，就模仿牛肉或者猪肉类的要更加的不明显一些。我觉得风味上虽然有一点点大豆的鱼味，但是我觉得它已经做得很好了。跟我之前吃到的那些植物肉相比，我觉得它在风味上真的是挺不错的。但是我还是质构上我觉得不是很满意，我更像是在吃三文鱼罐头。或者是三文鱼泥，就是像它的内部中间一些结构就没有外面我们煎制的这个焦化的表层了，之后就比较像是那种三文鱼泥罐头。我觉得算是优点的一点，它真的有在模拟鱼肉的那种高油脂的那种感觉，但是可能我们还需要一些技术革新，让它内层也能做到层次分明吧。我想吃真三文鱼了。那我们再去煎一块真的三文鱼，待会儿见。简短的拍摄一下正常三文鱼的煎制。我们又回来啦，然后给大家看一眼，应该可以看到吧？我来拍一下。看，这才是完美的 flaking。你吃全熟吗？我会吃稍微熟一点的。那你吃这边吧，这边熟一点。对，中间这块会嫩一点。好多汁水。刚刚那个切出来有汁水吗？有，但是感觉是在那种是在层次里面的，你要吃到嘴里才能感受到那润滑的口感。现在就在，还是原生的好吃，不是我说。而且切的时候能够很明显的看到这个层次。对，而且它每一层之间其实挺光滑的。其实还是会比我们刚才吃那个纤维感要强一些的。它的外壳也会更酥脆一些，当然也不包括我们烹制的原因，但是确实外壳感觉上会更酥脆一些。但其实我反而觉得这个三文鱼的鱼味儿没有3D 打印的三文鱼的鱼味儿那么强。而且我觉得这个鱼肉会偏甜一点，是它有一点回甘，可以这么说吧。因为刚才那个是大豆鸡的话，它的回味是会有比较明显的豆制品的味道。我个人不是很讨厌，但是跟真正的鱼比起来还是差这么一点。听说你昨天还有在朋友圈搜集一些同事同僚同学们的一些问题，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关于这种 topic 他们都有些什么问题吧。首先大家非常感兴趣的价格。会不会比我来的车票贵呢？我们购买的三文鱼是从 AH 超市买的，每千克大约是26.41欧。那荷兰的物价，美好。那一块 River Foods 的3D 打印三文鱼排大概多少钱呢？我们现在发起一个投票吧，或者大家可以把你猜测的价格发到评论区，我们之后会一起来揭晓一下。好，下一个问题是有一些同学非常好奇他们的配方和原料。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 microprotein，这是什么东西呢？这其实是真菌蛋白，也是最近非常火的一个用在植物肉上的原料。
哦，所以其实就是从蘑菇上面提取的一些纤维性的蛋白，对吧？可以说是蘑菇，但其实是真菌蛋白。感觉就是，用我们的行业术语来说，是针对性发酵的一些产物吧。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一道菜叫炸蘑菇？当然有啦，软炸干蘑我的最爱。真的很像肉。确实，所以大概是因为这个，科学家们才会有了想用蘑菇来做肉类纤维模拟的这样一个想法吧。那么除了非常醒目的这个 microprotein 之外，我们还看到了在末尾，我们有看到它有放了 konjac 魔芋。对，那么这也是我觉得是近期在文献里面出现非常多作为锁水锁油的一个新型材料。是我们中国产量非常高，也是非常常见的一种食材魔芋，那也是最近才进入了西方人的视野啦。是的，其实在植物基食品这一点上，中国其实是走在世界的前列的。像我们从小吃的垃圾食品辣条，还有魔芋丝、魔芋爽，其实都是非常好的，能够作为植物基来替代肉的一些原料。还是想和你聊一聊我们刚刚在烹饪过程中观察到的一些现象。首先，根据包装上的提示，我们用平底锅煎的时候是需要拿盖子把它盖上的。我想问一下 Helen， 你平时烹饪真正的三文鱼的时候会需要盖盖子吗？我记得从小我妈妈教我做鱼，无论是河鱼还是海鱼的话，都要把盖子敞开了煎。像中国的做法的话，我们还会放陈醋，用陈醋蒸腾起来那个雾气去带走一些土腥味或者鱼腥味。而且说实话，看了那么多 Gordon Ramsay， 好像也没有看到他需要盖盖子烹饪三文鱼哎。那你觉得他推荐我们盖着盖子会有什么样的考虑呢？毕竟我们也学了这么多年的食品，所以在我们两个刚才讨论了一下它添加了一些香味，为了让那个鱼排的口味更符合大众标准，为了让香味不要在烹饪的时候流失，所以才会选用了提示我们用盖子盖住来煎制的这样一种手法。我突然有另外一个想法，它添加的这些东西，它的锁水性没有那么强，所以在烹饪的过程中非常容易流失。如果流失太多的话，会导致整个的食品尝起来非常的干，没有那么的多汁，可能这也是一方面的原因吧。对，我们刚才其实刚打开包装的时候，它下面有一个金色的背板，那个背板上面我们也有看见有一些脂类的残留，就是油脂的一些小油滴，然后我们也觉得可能这种也比较像是它的锁油能力也没有到真正肉类那么强，当然只是一些猜测。对，毕竟我们的这个产品是从奥地利运输过来的，我当时打开的时候它是用了很多冰袋，所以也不排除说在运输过程中运输环境的温度变化对这些性能有一些影响。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观察，我们刚刚也发现了，在真正煎三文鱼的时候，在随着温度的上升，三文鱼发生了一些皱缩，而我们在煎3D 植物基三文鱼的时候，并没有发现这样的情况。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些推测吧，感觉可能是为了达到它比较稳定的形态，他们在考虑皱缩的时候就没有把这个放到产品的一个性状的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一个点。但是对于会经常下厨烹饪的人来说，肉类在油煎制的时候会收缩，这个还是非常让人食欲大增的一个场景。我就是最近尝试这么多植物基的产品，我发现很多东西它可能最先我们拿到原产品的时候，未烹饪的产品的时候，它还做的真的挺像肉的，但是在烹饪过程中它的这些变化是没有办法模拟到真实的肉的那种效果的。做产品研发的时候可以把这方面考虑进去，能够给消费者一个真正还原的完整的一个体验。是，体验还是要从入锅的那一刻就开始计算。好啦，那我觉得今天的整个尝试还是非常值得我这2个半小时的车票的。如果下次还有好吃的，记得再叫我就好了。当然 OK，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吧，再见。